1969年，人类历史翻开新的一页。当尼尔·阿姆斯特朗，或称阿姆斯壮，踏上月球的那一刻，他说出一句传世名言：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全世界为之沸腾，阿姆斯特朗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凯旋归来之后，这位登月第一人却逐渐淡出公众视野，仿佛刻意远离聚光灯。他很少接受采访，几乎不参加公开活动，生活也趋于平淡低调。为什么这位创造历史的英雄选择闭门不出？他在月球上究竟经历了什么？随着时间流逝，关于阿姆斯特朗的各种传闻和猜测层出不穷，直到多年后，他去世前的一则传闻才打破了这漫长的沉默。据说在临终之际，阿姆斯特朗留下了一封信，揭开了他在月球上的惊人发现，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和争论。20世纪60年代，美苏两国在太空领域展开激烈角逐。为了在冷战中胜出，美国总统约翰·肯尼迪在1961年向全国承诺要在10年内实现登月。此后，美国斥巨资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，全国上下都为这一大胆目标紧张又兴奋地努力着。期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，例如1967年阿波罗1号地面测试时发生火灾，3位宇航员不幸殉职，但美国人实现登月的决心并未动摇。1969年7月，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3名宇航员尼尔·阿姆斯特朗、巴兹·奥尔德林和迈克尔·柯林斯踏上了前往月球的征程。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将人送上另一颗天体，举世瞩目。经过多日航行，飞船进入月球轨道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坐的登月舱鹰号开始降落，过程惊心动魄，着陆雷达的数据一度迟迟没有出现，登月舱偏离了预定地点，险些降落在布满巨石的坑洼地带。在最后下降过程中，飞船的警报突然频繁响起，但阿姆斯特朗凭借冷静的判断力和丰富的飞行经验，几年前他曾在双子座任务的险情中临危不乱，果断接管手动控制，一边躲避地表障碍，一边密切留意燃料余量。就在燃料几乎耗尽的瞬间，鹰号登月舱终于在月球近海地区安全着陆。当阿姆斯特朗报告这里是近海基地，鹰已着陆时，紧张不已的休斯敦指挥中心和全球观众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全世界瞬间欢腾。几个小时后，38岁的阿姆斯特朗穿着笨重的宇航服，小心翼翼地沿着舱梯踏上月球表面。他说出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：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话音落下，眼前展现出一片灰白而寂静的世界，没有空气，没有声响，只有他的呼吸和心跳在头盔内回荡。这死寂陌生的月球荒原，让人类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地球之外的荒凉与壮美。随后，奥尔德林也迈出了舱门，两人在月球表面共停留了2个多小时。他们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，安装了科学仪器，采集了月岩样本，并接收了来自地球的电话祝贺。据估计，当时全球有近6亿人通过电视和广播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。人类第一次有了共同庆祝的太空壮举。阿波罗11号登月的成功被视作太空探索新时代的开端，也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次重大胜利。然而，就在全球现场直播这历史性时刻的过程中，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发生了。在2位宇航员执行月表活动期间，电视画面和无线电通讯曾意外中断了约2分钟。虽然信号很快恢复正常，但这短暂的静默后来成为无数阴谋论者争相讨论的焦点。对于时年39岁的阿姆斯特朗来说，如此临危不乱绝非偶然。在此前的航天生涯中，他多次化险为夷，以冷静和胆识证明了自己。1966年，他在双子座8号任务中成功控制住了高速旋转失控的飞船，挽救了自己和同伴。1968年，他在测试登月飞行器时突遇故障坠毁，千钧一发之际弹射逃生，毫发无伤。这些经历令 NASA 的同僚们深信阿姆斯特朗是不二的人选。他也不负众望地完成了首次登月任务。登月任务完成后，阿姆斯特朗等人满载荣誉地踏上归途。他们的指令舱在返回地球时降落于宁静的太平洋，宇航员们被立即送进隔离舱观察，
以防月球上可能存在的未知病菌被带回地球。3周的隔离期结束后，3位宇航员受到盛大的英雄式欢迎，他们乘坐车队穿行于纽约曼哈顿，数十万民众夹道欢呼。此后，阿姆斯特朗一行还进行了全球巡回访问，所到之处万人空巷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亲自接见，视他们为人类壮举的象征。阿姆斯特朗一夜之间成为了传奇般的人物，然而在聚光灯下的荣耀背后，一些细节却耐人寻味。在返回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，许多人注意到阿姆斯特朗的神情，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兴奋和轻松。面对记者的提问，他显得谨慎而沉静，甚至有些心事重重。这与大众心目中凯旋英雄应有的神采飞扬形成了鲜明反差。一些观察者后来回忆说，当时宇航员们看起来仿佛在隐瞒什么似的。当然，也有人认为这只是阿姆斯特朗一贯低调内向的性格使然。无论如何，在随后的日子里，阿姆斯特朗基本谢绝了大部分媒体采访和公众活动，尽量避免出现在人群面前。1971年，阿姆斯特朗主动从美国航天局辞职，返回家乡俄亥俄州，在一所大学担任工程学教授。他似乎渴望回归平静的生活，远离名利的喧嚣。许多人觉得这样的选择颇为出人意料，毕竟登月让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声誉。一些人猜测，站上历史巅峰之后再无更伟大的目标可追，让他产生了失落感。也有人怀疑他在月球上的所见给他带来了某种心理阴影或沉重压力，甚至有阴谋论者揣测，美国航天局对阿姆斯特朗下达了某种保密指令，禁止他透露登月时目击的异常情况，以至于他只能选择沉默。各种离奇说法甚嚣尘上，但当事人始终没有对此做出回应。阿姆斯特朗日常生活低调简单，私下里甚至对亲友也很少谈及登月细节。此外，他的婚姻生活也出现了裂痕。结发妻子多年后选择与他分道扬镳，使阿姆斯特朗的晚年更加孤独。久而久之，他这种近乎隐居的状态让外界更加好奇，那段登月旅程究竟对阿姆斯特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据身边的朋友回忆，阿姆斯特朗完全不在乎名利。他曾对同事说过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，登月壮举是成千上万幕后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，并非他一人的功劳。过高的个人赞誉常让他感到不安，甚至愧疚，因此他极力避免被当作英雄偶像来消费。登月后，几乎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公司都曾邀请他代言广告，但他一次也没有接受过。阿姆斯特朗甚至不轻易签名或开支票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签名会被人当作纪念品收藏，甚至拿去拍卖。他的一缕头发曾被理发师偷偷高价卖给收藏家。得知此事后，阿姆斯特朗尴尬不已，并要求对方将收益捐给慈善。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觉得他放弃名利的做法有些傻气，但了解他的人都由衷敬佩他这种不逐名不逐利的高尚境界。时间飞逝，阿姆斯特朗步入了人生的暮年，他依旧淡出在公众视野之外，守口如瓶地过着平凡日子。然而2012年8月，这位传奇英雄因心脏病并发症辞世，享年82岁。本以为他的离去将为这个壮举故事画下句点，未料到却因一封神秘信件的传闻，再次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波澜。据说，在去世前不久，阿姆斯特朗终于打破沉默，写下了一封最后的信，详细记录了他当年在月球上的离奇经历。这封信的内容令人瞠目结舌，几乎如科幻小说般不可思议。据传，阿姆斯特朗在信中回忆了阿波罗11号任务中一些从未公开的片段。他写道，当登月舱接近月球表面准备降落时，他们透过舷窗看到月面附近出现了奇异的闪光点，这些发光物体似乎在月球地平线附近快速移动。起初他和奥尔德林以为可能是火箭第3级的残骸或设备反光，然而当休斯敦控制中心回复说火箭残骸远在数千公里之外时，两人才意识到眼前的不明飞行物并非来自人类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成功着陆后，当他们准备离开鹰号登月舱执行月表作业时，竟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脊上
静静停靠着几艘庞然大物般的飞行器，它们没有喷射引擎的轰鸣声，仿佛无声地悬浮在灰色的月面之上。这些飞行器的外形与任何人类已知的航天器都截然不同，体积极其庞大，通体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。阿姆斯特朗写道：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们显然不是月球上唯一的访客，在附近还有其他东西在注视着我们。那一刻，他只觉后背发凉，心跳几乎停顿，陷入了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与敬畏。就在这时，宇航员与地面控制中心的公开通讯突然中断了2分钟。阿姆斯特朗暗示，这短短2分钟里发生的事足以改变人类对宇宙的看法。他透露，我们当时受到了警告，对方的技术远远先进于我们，他们并不欢迎人类的到来。信中并未直接点明对方是谁，但从上下文推测，他指的很可能是某种外星智慧生命。NASA 随即指示2位宇航员保持冷静，按原计划完成任务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并切换到秘密频道与他们对话，以防这些内容被公众听到。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依照指令，在未知目光的注视下，强作镇定地完成了插旗、拍照、采样等预定任务。尽管内心充满疑问和不安，他们最终还是按部就班地返回了登月舱，并将这个惊人的发现深埋心底。阿姆斯特朗在信中感叹，由于担心在地球上引发恐慌，当局对月球上遇到不明飞行物的事情下达了绝对保密令。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微妙，美苏正处于冷战对峙，任何有关外星存在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震荡。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，阿波罗11号之后， NASA 虽然又完成了几次登月任务，但在短短几年内就匆匆结束了登月计划。他写道，人类也许是由于对未知的畏惧而停止了继续探索月球，但真相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。阿姆斯特朗也在信中倾诉，这次月球上的遭遇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他常常梦回那宁静寂冷的月夜，梦见那些神秘的身影注视着自己，内心既敬畏又迷茫。那感觉仿佛一只蚂蚁仰望星空般渺小无助，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。他将这份难以对人言的心情埋藏了整整数十年，如今终于倾注笔端，希望人类能够正视浩瀚太空中可能存在的另一种智慧生命。据称，这封信是在2012年阿姆斯特朗辞世后，由其家人或好友公开发表的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轩然大波。许多人震惊于这位沉默多年的英雄竟然隐藏了如此骇人的秘密，也有人对信件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，质疑这不过是坊间以讹传讹的故事。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对此保持沉默，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封信的存在，更让事件平添神秘色彩。不管怎样，最后一封信中描述的景象促使无数人重新审视阿波罗登月的历史，并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人类在月球上究竟遇到了什么？首先，前文提到的通讯中断和影像遗失问题至今让人费解。当年阿波罗11号登月直播突然中断的那几分钟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 NASA 的官方解释是信号故障或者切换摄像机角度等技术原因，然而阴谋论者认为那段空白正是 NASA 刻意隐瞒宇航员惊人发现的时刻。更令人玩味的是，事后 NASA 声称，由于保存不当，一些登月任务的原始录像带意外丢失或被覆盖，这意味着人类首次登月的一部分高质量影像资料如今无从找寻。如此重要的历史记录竟未能妥善保存，引发了公众对 NASA 透明度的质疑。有些人怀疑，这些所谓丢失的素材中也许记录了某些不宜公开的画面或对话，否则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航天机构怎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？其次，宇航员们的奇异遭遇和心理变化也成为未解之谜的一部分。除了阿姆斯特朗本人，许多参与过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在任务后的生活轨迹都颇为曲折。第二个踏上月球的奥尔德林一度陷入抑郁和酗酒，难以适应荣誉背后的巨大压力。阿波罗12号指令长皮特·康拉德后来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不幸丧生。阿波罗14号指令长艾伦·谢泼德晚年罹患重病，最终英年早逝。
艾德加·米切尔在退役后公开宣称自己相信 UFO 的存在，并声称美国政府隐瞒了与外星人接触的真相。最后一个登月的人尤金·塞尔南生前感叹过，登月经历让他的人生观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。这些太空英雄有的英年早逝，有的饱受心理创伤，有的突然转变信仰，热衷神秘学。有人据此提出所谓的登月诅咒，认为那些踏上月球的人此后大多厄运缠身或精神受困。当然，这或许只是巧合，加之太空飞行本身对身心的严峻挑战，但如此多相似的例子仍然让人不禁联想，难道真的是月球上的所见所闻在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一生？再次，月球上的异常现象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。从阿波罗11号开始，不止一次有宇航员报告过在月球附近看到奇怪的光影或不明飞行物。例如，阿波罗16号期间，宇航员曾拍摄到月面地平线上出现诡异的亮点，至今无法完全解释。阿波罗17号任务记录里也留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对话片段，仿佛宇航员在讨论某些看不懂的东西，甚至连苏联的探月计划也有类似传闻。据说，苏联的无人探测器曾拍到月面存在疑似人工构造的物体，只是苏方对此同样讳莫如深。这些零散的传言彼此呼应，仿佛都在指向一个可能性：月球上潜藏着某种我们尚未了解的秘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诡异月阵实验也为登月谜团增添了新的神秘。阿波罗12号任务中，宇航员曾故意让登月舱的火箭推进器撞击月球表面，结果整个月球竟震动了将近1小时之久，仿佛是个巨大的空心球体。这一现象让科学家们大为震惊，并成为后来月球空心说的由来之一。有人甚至大胆猜测，月球并非天然形成的卫星，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巨型飞行器。不过这些想法缺乏严谨证据，只能让月球的谜团更显扑朔迷离。最后，各种官方疑点也给了阴谋论滋生的土壤。有观点质疑 NASA 的登月影像是在摄影棚里伪造的，例如照片中看不到星星，是不是因为拍摄时忘了在布景上加上星空？又比如插在月表的美国国旗看上去仿佛在飘动，难道有摄影棚里的风？其实这些疑点都有科学解释。照片中无星是由于相机曝光时间短，在月面强烈阳光下星光无法显现。至于国旗看似飘扬，只是因为宇航员插旗时旋转旗杆带动旗面晃动，而在真空环境下缺少空气阻力，旗帜的摆动反而更持久。诸如此类的质疑早被科学家和亲历者逐一驳斥。登月的真实性还有月岩样本、激光反射实验等铁证支撑，但即便如此，仍有不少人深信这些阴谋论。2002年，阿尔德林甚至因不堪一名登月造假论者的当面辱骂骚扰，一拳将对方打倒在地。可见这些质疑令亲历者们何等愤怒。另一方面，阿波罗计划在1972年突然终止，也让人费解。原本 NASA 计划一直执行到阿波罗20号，但在成功完成阿波罗17号后却戛然而止。官方解释称，是由于经费削减和国家战略调整，美国将精力转向航天飞机和空间站项目。然而在阴谋论者看来，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，美国当局受到了某种警告，因此数十年来再未踏足月球，而是将目光投向别处。毕竟从1972年至今，人类再未踏出重返月球的那一步。甚至有传闻声称，美国暗中进行了阿波罗18号、19号乃至20号任务，在月球背面发现了外星飞船残骸和疑似生物遗体等惊人证据。这些故事虽无可靠佐证，却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反映了公众对于月球秘密的无尽想象。事实上，几十年来，关于阿波罗登月真相的猜测从未停止过。从纪录片、书籍到电影，都有人不断演绎登月阴谋的情节，可见这个话题对大众的吸引力之强。对于阿姆斯特朗当年在月球上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。最后一封信的传闻到底是真实的临终告白，还是坊间杜撰的传奇？真相在扑朔迷离的往事中若隐若现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从未停歇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我们依然在不断探索太空。阿波罗登月之后，我们发射探测器访问更遥远的行星，建造空间站常驻近地轨道。如今，
美国的阿尔忒弥斯新登月计划正筹备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，包括史上首位女性登月宇航员，中国等国家也在规划各自的载人登月行动。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即将重新迈出，同时我们更将目光投向火星乃至更深的宇宙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当新一代探月者再次站在那片银白色的月球土地上时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阿姆斯特朗当年的沉默，以及那封神秘最后之信背后的深意。当然，在追寻这些谜团的过程中，我们也要保持理性和敬畏。正如阿姆斯特朗在登月25周年纪念时意味深长地说道，真相常常裹着保护层，只有勇敢揭开的人才能获得突破性的发现。无论月球上是否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，这颗人类的近邻始终静静地守望着我们。对于人类来说，它永远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可能的舞台。阿姆斯特朗迈出的那一小步，激励了无数后来者踏上探索征途，而他晚年留下的这个谜题，则如同一面无形的旗帜，促使我们继续仰望星空，勇敢地去追寻答案与真相。如果有一天证实真有外星智慧在注视着我们，人类将如何自处？也许真相揭晓之时，我们会发现它比传说更加精彩，也更值得人类深思。值得玩味的是，月球表面没有空气和水，阿姆斯特朗当年踩下的足迹至今仍在月面清晰可见。然而，留下这些足迹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，唯有那些永不磨灭的印记，仿佛在无声地守护着那段尘封的往事，等待着人类揭开其中的真相。月亮依旧高悬在夜空中，冷冷地俯视着地球上的芸芸众生。或许他早已知晓答案，只是等待着人类有朝一日鼓起勇气，再次登临那里，揭开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谜底。